我想从根本上来讲一下哈，就是先讲主持人提到的左派右派这个分别哈。左派右派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用来这个对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还有政党做分类的一个分法。那么这种习惯呢，这种分类啊，这个很方便，就像人有左右手一样，很容易分辨。但是也因为方便，就常常造成一些混乱。就到底什么是政治上的左，什么是政治上的右？是不是左派代表进步，右派代表落后？然后总额总比右好呢？其实呢，这种混乱在当下，尤其是容易引起认知错乱，因为不同制度底下，不同的国家，对左派和右派的分辨和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比方讲，共产党国家的右派和民主国家的右派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意涵完全不同的。那我觉得说，尤其是当人们用左派和右派来表达和代表完全对立的政治、经济还有各种社会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些团体和个人啊，他的价值观和行为不一定一致的。也就是讲，有些团体啊，他的这个个人可能认同一种价值观，但是却会支持与自己价值观相反的政策。那么还有就是有些人并不是按照自己价值观来行事的，而是按照现实中的利害关系行事的，所以这也会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背离。那么至于左派好还是右派好，这就更加混乱了。那么传统的看法认为说，左派通常主张积极改革，把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革除，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往往是反对派。那么右派一般是比较保守，主张稳妥、秩序、渐进、缓慢的改革方式，强调维护原有的传统。但是不是所有不执政的反对派都是左派呢？当然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原有的传统就一定是落后的？所有新的观念都是进步的吗？当然也不对呀。比方讲，现在香港正在被共产党规划。那么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新的压制手段，那这些新政策代表进步吗？还有就是很多西方左派提出的政策都有很多貌似伟大、漂亮、响亮的提法，好像让人难以抵制。比方讲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等等。那么这些口号是不是应该全盘接收，照搬照办呢？再比方讲，刚才讲过那个德国开放边境，接受以难民名义去德国的这些移民，后来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那么连这样如此主张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都变相的认错了。那么默克尔当时的政策是符合所谓世界主义口号，既然符合世界主义口号，为什么他要认错呢？那还有他该不该认错呢？所以我在这里还可以提出很多反问来。那么越问大家可能会越觉得糊涂。因为很多过去没有思考过、想当然的事情都会被质疑。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世界各国过去是习惯性的认为说革新是左，保守是右，这种超级简单化的分野已经过时了。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视角，包括刚才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提问，其实已经提出一个重新校正分辨左右的方法。那就是你去把影响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啊，从抽象化变得具体化一点，然后来识别这个价值观当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这样就可以帮我们清晰的辨识一种价值观到底是对还是错。那么现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很多价值观都有不少很漂亮的包装，但是包装往往是骗人的。如果你把包装撕开来，就会看到其实里面的东西是新瓶装旧酒。所谓的旧酒是什么？就是各种新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长盛不衰，但是那是一种祸害人类的价值观，是魔鬼的阴魂。马克思写的那个《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那他死了以后呢，这个幽灵被苏俄输送到亚洲大陆，于是就有了至今还在威胁东亚各国安全的中共政权。那马克思主义这个幽灵，二战以后又重新在欧洲大陆游荡。我们刚才介绍的法国、德国的情况就是例证。那么上个世纪后期，这个幽灵又从欧洲输送到美国了，如今在白宫住下不走了。
那么刚才要讲，要分辨左右，就要分辨各自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内涵。那什么是意识形态呢？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被强行灌输到人头脑中的价值观。到现在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人类现代史上，至今还活跃的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别的其他的意识形态。所以要分辨一种价值观，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观察它意识形态的真面目。那不管欧洲或者美国的某个政党的口号有多伟大华丽的形容词，你如果能够分辨它背后的意识形态，那么你就会发现，这股政治势力的价值观其实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而已。那么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无非是鼓吹民主社会的要社会秩序要推翻，要把一群呢过去边缘化的人抬高到社会舞台的中央，让他们为所欲为。所以为此呢，是马克思主义要鼓吹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由这批刚才讲的边缘化的社会人呢，他来主宰施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所有完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共产党国家。那如果这种共产党国家不转型，就没有一个能最后活下去的。马克思主义最喜欢用社会平等的口号，但是在所有共产党政权之下，最后都是少数造反的边缘人实行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铁血专制。毛泽东就是一个造反的边缘人，一个小学算术不及格的人，考不进大学他就要造反，然后呢实现了独裁，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实行专制。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平等不过是他们夺取权力过程当中用来煽动民众的工具而已。那么那些追随他们的民众，同样逃脱不掉对马克思主义政权专制的结局。那马克思主义主张让社会大众仰赖政府的福利，为此就必须征收高额的税收。那么结果就是过多的社会福利会造成民众自食其力的能力弱化。那我们看到，在美国，黑人的状态就是这样。那么高额税收也会造成一部分人借助政府税收寄生在另外一部分人被迫多缴纳的税收上。美国拜登当局现在鼓吹的要免除美国大学生的学生贷款，其实意思就是让纳税的人替那些不纳税的大学生交学费，通过政府的手。等于强迫从别人口袋里偷钱。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主党对基督教非常厌恶，因为基督教是希望培养人自力更生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传统价值观本来是人类社会道德自律、勤劳生活的一种基础。那么有人说，那这个你怎么只讲共产党坏，不讲威权政权呢？那在专制这个特点上，威权政权和共产党政权是有相似性的，但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说，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它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不全面共产。那么反过来也可以理解说，那以为共产党，就前面主持人提到中共到底是左还是右啊？就是你以为共产党政权改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就会自然而然的告别威权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了，他不得不改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结果是中共是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来滋润共产党的专制，最后是壮大了共产党威胁世界和平的实力。那么在很多威权国家，追求民主化的民间力量往往会使用一些马克思的口号来反对威权政权，但不等于说呢，一旦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之后，他们还需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那样的政治价值观。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观其实是民主制度的大敌。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想，早晚一天要出现一种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主宰民主政治的殿堂那种局面。目前的德国就是这样。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当政治运作和社会认知都被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价值观左右的时候，如果不出现像法国那样的反弹，
慢慢的这个民主的政治框架就会先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的思想专制，然后变成左派社会精英对社会大众的社会专制，最后就可能出现政治专制。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好不好，是不是左派就进步？我想该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代表进步吗？完全相反，它代表的是现代社会从民主和自由向专制的倒退。所以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动。那么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相对立的就是自由民主社会传统的价值观。现在这个价值观被各种左派政党套上了保守的帽子，还甚至暗含好像它有点反对社会进步的这个反动的意味。其实呢，自由民主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它所谓的保守，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要颠覆自由民主制度的企图。这种所谓的保守，其实是在坚守自由民主的基本立场，抵挡反自由民主的所谓进步主义。2016年Trump 总统当选的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驳了当时主流媒体对 Trump 支持者的污蔑。那么同时也回答了今天我们节目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那么下面我就从美国这个侧面来谈这个左和右，还有进步和保守。那么 Trump 当选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美国选民投票给 Trump。美国主流媒体像《纽约时报》之流，他们的说法是，美国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中老年白人群体把Trump 送进白宫了。但是呢，美国有一个 Edison Research for the National Election Poll， 就是爱迪生全国选举调查研究机构，它是做出口调查。出口调查就是投票投完以后，走出投票所的人对他们进行民调，这个时候人已经比较投完票以后，他们就敢讲一些真话。那么当时2016年Trump当选那一年，这个爱迪生这个民调机构呢，在全美国各地的投票所对25000投完票的选民做了调查，显示的结果是这样，就是白人、年龄、教育程度这几个因素对选民的投票意向影响非常有限。那么中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是支持希拉里，就是民主党的，而不是支持 Trump 的。那么调查当中，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影响最突出的因素其实是问卷中列出来的意识形态分类。那个问卷问这样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意识形态上属于自由派？结果发现说，凡是自己认为意识形态属于自由派的选民，84%投票给希拉里了，给民主党的。那么意识形态上分类的，自己认为自己是这个问卷问他，你说是不是属于保守派？那么这部分选民81%是投票给 Trump 的，所以这个泾渭分明，界限很清楚。但是这个民调机构它所用的概念意识形态分类其实是错的。因为自由派坚持的左派价值观想剥夺美国选民的政治自由，而这个所谓的保守派坚持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呢，无非就是政治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这样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那么，我当时文章里我说，我可以看到说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有一种可以让人尊敬的，叫做谦卑的自尊 （humble respect, self-respect）。就是说，所谓谦卑是说，他们只是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那么所谓自尊，就是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是呢，他希望政府不要滥用纳税人提供的资源，要把资源用有限的资源用在美国人身上。那么虽然美国的文化精英把那些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呢视为意识形态上保守主义，其实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什么意识形态。
那美国的左派价值观呢，是深深植根于意识形态演变当中的，它的精神资源是进口自欧洲。那么战后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我前面提到过了。这种思潮在政治观念上是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那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都接受并且传播左派价值观，并且因此而自豪。这种价值观在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模式是强烈批判态度的，所以就有了政治正确这一说。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么2016年和2020年这2次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社会对立啊，很明显的不是阶层对立，而是价值观对立。第一次的结果是传统价值观在选举中占了上风，第二次呢是选举舞弊打败了传统价值观。如果没有选举舞弊，那么第二次选举就去年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应该和2016年是一样的。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说，那西方左派执政就那么不好吗？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15年的德国，当时德国政府面对社会上批评那个荒谬的开放移民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叫做专制措施。怎么专制法？媒体禁止报道负面消息，不许批评移民。那么公职人员谁要敢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开除公职，跟共产党一样。甚至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家听了可能都会很惊讶。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叫做国家宪法保卫局，为了遏制美国一些人批评德国的这个移民政策，把手都伸到美国来了，到美国反间谍来了。反什么人呢？反在美国批评德国的普通民众。他们会警告美国人说，你们不能批评我们德国的政策。你想一下，这是不是像共产党一样？共产党的国家安全部跑到台湾来威胁人有吧？跑到美国来也很活跃、很猖狂的。我再举第2个例子，那就是大选舞弊以后的美国。我们以前节目里也谈到过，你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从《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是一面倒的为当局捧场，压制各种批评的声音。那么政府公务员和大学、中小学所有的老师为了保住饭碗，是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当局的。再就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从 Facebook 到这个 Twitter， 再到这个其他的社交媒体，也都在封杀批评者的账号。这2个例子都说明，在民主制度下，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支配的那些政治势力在瓦解民主，走向一派专制。